同学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的摩卡老师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期我们最新的电台节目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狂战士。狂战呢，在这个鹿头削弱之后，其实现在有一点点一蹶不振啊，就是各个流派现在都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流派吧，可能就是狼会整体来讲会强力一点。那么我们开局呢是随机到一个旅行包，搭着一把小斧子，其实这个小斧子非常强啊。然后彩虹呢是前期战力非常高的一张牌，并且配合上我们旅行包半血加速和减伤，基本上第一个都是能开出来的啊。我会拿的，会员卡也可以带着，我们直接就地牌带着彩虹地。然后呢，我们不管找到什么，其实都可以接受啊，找根细绳是比较好的啊。我们的锻造锤到了，可以直接拿。锻造锤吃触龙的收益会很高的，矛也有，不太考虑啊。沙子走了，直接拿。好，第一回合3武器加彩虹徽章不太会输啊。他这个摆的非常差。魔法球，魔杖直接到了。魔杖到了，存钱罐可以拿。那我们这把就玩一个魔杖相关的流派吧。香蕉还是可以不补，真可以不补吗？要补的话得走会员卡，我不太乐意走会员卡。这里呢，我们去找点蓝去啊，蓝没有。哎呦，这样子发，这个开局就非常爽了啊。OK。这样，合成一下，绳子先不上。OK， 像我们又有蓝，又有彩虹，还有黑户，前期战斗能力是非常强的。猪猪也养起来了，这个随便打。哦，现在这个锅好像有点厉害啊！哦，这锅打的伤害巨高，兄弟们，这锅打了21伤啊！哎呦，才2个，他是不是给假了啊？哎呀，这个蹄子呀，我们黑户这样打居然输了一轮，哎，好吧。这里我们选超大，超大是战力和经济都有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拿上，真有，拿上。格子，火，有猪吗？想要个猪啊，香蕉也行啊。有香蕉，有猪，石头火，先看一下能放下什么东西啊。这里肯定是差不多要，哎，这个估计这轮是上不去了。那这里能上的就只有一头猪了。这个香蕉这轮重要吗？也没那么重要，我觉得我这个战力不太会输啊。OK， 然后我们还是锁一根香蕉啊。这里大概率我们是要，其实也说不好玩什么，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强战力的一个阶段，后面再去定方向。这应该能打。OK， 盒子、胶、彩虹不走啊。这里其实我们有可能和一个鸟杖，鸟杖萨满怎么样？鸟杖萨满打致盲，哎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。我们去试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火杖，火杖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，因为我们补火的手段是比较欠缺的。
如果拿龙珠后面去合火龙，我们还是这个问题啊，没有补火的手段啊。铁针它给火是一颗一颗，可能我们到13、14回合才能满火啊。然后法杖也没有持续攻火的能力，这里有这个龙珠我们就不考虑了。要不要考虑拿一个幸运四叶草呢？这里我们的武器都不是满命中，然后四叶草后面可以，如果合成草珠的话还是有用的，可以拿一颗。小木剑就算了。棋盘有什么好用的吗？它本身是个数值怪，这点是没错了，但是感觉不是特别有用啊。玩萨满的话，格子还是比较缺的，不太有机会说我们靠这个棋盘的移除，来给我们很高的战力啊，和这个帽子血吉是不太一样。我们伤害是非常高的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没问题。115打300血啊，轻轻松松。皮甲是相见位，但是我们现在连宝石盒都没有啊，可以拿上。趴下。鸟很难找吗？鸟呢？猪拿了，西兰花是可以走的，或者西兰花拿来可以补幸运，有点慢就是了。刺爪，
刺爪还不错。我们其实是有一套站位是可以鸟杖、奶年、刺爪来一起吃激活打触发的。虽然我们刺不高啊，但是充能将来会很高，我感觉可以做啊。火就算了，再多看牌。红辣椒走吧，还能再看一眼。鸟不发那没什么办法。这里其实现在整体不算弱啊。OK。他玩黄金锅，我们黑头已经做出来，而且他的锅的位置非常差，这个魔法球的位置。比较一般啊，比较一般，但是我还是想玩萨满。这个也一般。彩球彩针太早了。换了西洋剑怎么样？换了西洋剑，质盲问题能解决，但是原价，幸运端供给不上来的话，这个西洋剑其实并不厉害啊。我感觉一般啊。这里我们接着地吧。盒子、猪、鸟这么难找吗？宝石盒也不来啊。魔法球。现在就比较难了，因为这2轮的提升基本上是非常小的。我把它走了，我们的伤害会够吗？不卡钱的话，感觉是差不多的。OK， 我们再好好摆一下。OK， 兄弟们，那我们这里就摆好了啊。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超大吃好一点，和黑户吃好一点，魔法球吃好一点，这里面应该都动得比较快的。其他的倒是没什么。走，皮甲3个镶嵌位，而且我们是旅行包啊，其实这皮甲是值得拿的，我们格子将来也不会缺的，毕竟是超大。7块钱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带 potato， 陷入陷阱是吧？跟我上次一样，在这边等不遇。跟你讲，这不遇超级难等的。背高杖，火其实非常难炒到，因为我们初始幸运特别高，炒幸运就落了下风了。火太难了，这里这个背高我不太想要。宝石盒来了，我把宝石盒拿一下。鸟到了，第2个黑头非常好，非常完美。这里有可以，我们再重新摆一下。这里哪怕我们1格加速不吃，我们也要把它上去啊。超大这轮是可以不上的。OK， 我们就这样锁一套黑头，然后甲、鸟全部敲掉，还是很舒服的。我们半血有减伤，好吧，这个耐力还是很充足的，而且毕竟是刀，这个时间段是它的强势期啊。哎呦，背高杖好像也对啊，有石容。魔法大师，
一般般啊，石绒肯定是最好的选项啊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再去想办法找一根绳子去，这个要上。头盔肯定是直接拿的，皇冠算了，奶酪的话是奶年，是弥补我们生存端的手段啊。这个奶酪我会拿的，但可能不是这轮啊。地一下有兔子有格子，都还不错。看一下香蕉加它，我们先摆看啊。OK， 这轮我们想吃满 buff 的话，这格子必须补了，那我们就拿下，这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香蕉这轮还是得上的。拿一下。奶酪兔子锁一下，走。哎呦，花边啊！这个我没有花边，这个没有奶年生存确实是比较大的问题啊！这个尖刺打的超级高伤害，刺太痛了。奶酪，兔子，下。好，这个不要了，香蕉也不要了。年格子，没什么大问题啊。这个黑户其实是可以走的，意义不是很大。黑甲，我们的符文呢？为什么这么少啊？到现在只有一个欢啊，也没有下呀。猫是非常好的啊，假设不要。这个是，光年肯定也很好啊。黑鸟是配合我们的猎鹰给对手上致盲的，那现在缺的其实组件缺的非常多啊，很难搞。这个也不好打。哦，还好。我们就直接拿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彩虹得先下了。第3个黑头。主要是缺符文啊，现在。4格包不太好，不太想要了。就把黑户走了啊，随着地。
哇，这符文的出率真的是有点低了。加速包留一下吧。直接拿了也行。可不要。太难了，兄弟们！黑鸟有了，现在的问题是回复完全跟不上啊。白卷没有小窝，这个是假的。5块钱回血，这个其实也能上智盲。还是得要符文啊，没有符文不行的。换喇叭就算了，行，还可以。目前没什么别的好办法。智盲上不去是大问题啊。石头还是黑头呢？其实还是黑头啊。老虎，这里可能要再额外补地数了，2块钱也得地啊。半价喇叭可以要。现在没有能给对面上智盲的东西，这里就非常的烦躁。现在乌鸦就起一个纯加速的作用，纯加速就纯加速，不管。鞋子最好敲一下，我们自己也挺怕致盲的。
个超大上不去，就给它扔掉了。还可以啊。一整套小窝，但是到这个点儿不太想要了，合出来也要花点时间了。项圈这是个好东西。好，担架。天然爆发就算了，意义不是很大。这里我们走一头猪还得看，留给我们的回合数不多了。10头就10头啊。还是石龙黑头的威力太大了，这种极限快攻前面对我造成的伤害都是0啊，看到没有？到这里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。百科补一个吧，不然一点用都没有了。龙珠意义很小，不要。彩球、彩针，彩针配合黑书比较好。1、2、3、4，走，这个也可以走。徐。同时被吹到的位置，那这个换位，光换位。彩球肯定拿的，彩球拿的话得给他找一个位置，找个位置合成。差不多这里吧。这是初始的幸运，不太舍得走。还有什么能走吗？2块，就走吧。2、3，彩虹魔棒，1、2。But the flame couldn't go much higher. 3，好，这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。好，最后看个符吧，来个闪电什么的会比较舒服。食物就稍差一点，没有它的格子。这里可以再拿一个喇叭，这个位置正好一点。3，加速包给它分到。位置也行。
buff 地。这个吃不到就吃不到吧，随意一些。分疗，随便找。这个能看 ，buff 开了。仙户还行吧，虽然我们没什么回复啊，其实。好，该吹的基本都吹到了。走吧，看白好看一点。我把球换个位置倒也行。这里啊。到最后我们一个猎鹰符文都没有啊！其实没玩到想玩的，我们现在的强度纯粹是在靠这个石龙头盔在顶着啊。好，整体没什么大问题啊。石龙头盔加上老虎符文，致盲基本上给不上，到最后对面身上零致盲啊。然后靠的是我们的这个，哎，还真是断刀锤的伤害最高，没问题啊。吹到断刀锤，因为充能很高嘛，然后攻速和暴击都有的断刀锤其实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去历史里面再打一下，看看对局情况吧。哦，这我能清他的幸运，很舒服啊。他没暴击了，永远吹不出来的灯啊！哎，好像吹出来了。并没有吹出来，我们把他的幸运吹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剩了。移除了7层幸运，乌鸦偷了5层幸运，很难受。穿甲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，他幸运实在是涨得太慢了。这个我们开局100%减伤，他不可能打得过。我们这个减疗量它，打了4张莲花。我说怎么我们的 buff 突然都没有了，还是很惊险的啊！3黑头加这么多紫，它都没有100%免伤吗？搞点红但不够多啊，打了恋人，然后本身梳子。你减疗不够的话，还是挺难打断他那个对手的，整体不弱的。这就很舒服啊，攻速拉得很快啊！哇，94.7的 DPS， 我们这个小断刀锤还是很屌的啊。然后蓝也是够用的，彩虹魔棒和百科都给了很高的充能。彩虹魔棒2.3的秒冲非常强啊。4丈花边双彩针，其实能打，我们黑头多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什么转职啊？哦，在这儿呢，彩虹魔药，那这个确实稍弱一点啊。入头，哎，我们3个黑头非常难打。其实我们就赢在一个整体的强度了。339块，经济也非常不错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鸟杖萨满面具了。喜欢马克老视频的，欢迎点赞3连支持一波。后面我会带来更多的不要乱走视频和攻略解说。